T80正在绝种。作为俄军最强突击坦克，苏联陆地武器的得意之作 T80一度被誉为北约噩梦。据说苏联最强势时期喊出 T80的名字，可将新兵吓哭。在苏联的构想中，单靠一支 T80部队就足以横扫西欧平原。然而，等苏联横扫了近半个世纪后，大家却发现这架寄托着俄罗斯战略野心的钢铁巨兽正逐渐从前线消失，甚至后方都看不到它的鬼影。那么这些 T80到底去哪儿了？ T80的消失对俄乌战争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在讨论 T80为何失踪前，我们得先回到冷战的巅峰时期，看看这头猛兽当年是怎么被吹上天的。上世纪70年代末，当美国的 M1 埃布拉姆斯和德国的豹2还没成型时，苏联的天才工程师们搞出了一个极其疯狂的坦克研发方案。他们把 T64坦克的底盘掏过来，破天荒的给坦克塞进了一台1000马力的燃气轮机，没错，就是直升机上用的那种发动机。后来甚至升级到了1250马力。这一改让 T80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款完全由燃气轮机驱动的量产主战坦克。燃气轮机的改进带来了2个极其变态的优势：第一，启动极快，在西伯利亚零下40度的严寒里，不用预热，点火就能跑；第二，加速猛，奔袭快，其机动性甚至超过了 M1 埃布拉姆斯，简直就是坦克里的超跑。配上能发射125毫米 2A46 滑膛炮和不到7秒就能装填一发的科尔奇纳全自动装弹机，可以说 T80就是一台速度飞快的移动武器库。在苏联规划者的蓝图里， T80的定位很清晰，它就是那种最高端的顶级突破型坦克，专门用来在开战的第一时间像尖刀一样撕碎敌人的防线，然后带着身后那些便宜量大的 T72炮灰坦克开启极限奔袭。到了1991年苏联解体时，庞大的苏联一共留下了4839辆各种型号的 T80， 这是一份足以让任何对手感到窒息的战争遗产。但谁也没想到，这头为欧洲大平原量身定制的猛兽，没能等来和欧洲坦克的世纪大决战，却在俄罗斯人自己发动的侵略战争中迎来了屈辱的现原形。T80自诞生起便被列入世界上最顶尖坦克的行列，但大家万万没有想到，它的实战竟然这么拉胯，甚至可以说 T80的神话刚开始盛行就被人扯下了遮羞布。它的第一次大规模实战是在1994年的第一次车臣战争，面对车臣武装死守的格罗兹尼市，傲慢的俄军高层犯下了一个致命的战术错误，他们把原本应该在开阔地带冲锋的 T80像塞沙丁鱼罐头一样塞进了狭窄残破的城市街道里。这一天才般的决策让车臣武装笑嘻了。T80那些致命的设计缺陷在巷战中被无限放大，它的125毫米主炮俯仰角太小了，根本打不到藏在楼顶和地下室的车臣武装分子。那些缺乏经验、训练不足的俄军坦克兵开着这些昂贵的战车，像瞎子一样迷失在格罗兹尼的废墟中。更要命的是，那台引以为傲的燃气轮机反而成了 T80最大的败笔。坦克在城市里走走停停，怠速时的油耗几乎和全速行驶时一样高。在进攻当天，很多俄军坦克兵为了取暖或者保持待命状态，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就把燃料给耗光了。偌大的钢铁巨兽一个个都成为了趴在街头任人戏弄的铁棺材。躲在暗处的车臣反坦克小组扛着 RPG 火箭筒，专门瞄准 T80顶部和侧面装甲最薄弱的地方打。仅仅在1994年底到1995年初的3个月里，俄军第133和第3坦克营参战的84辆 T80， 就有18辆被彻底摧毁。这个战损率对于 T80来说简直惨不忍睹。这一战彻底把 T80打下了神坛。战后，暴怒的俄军装甲兵局局长亚历山大·加尔金中将甚至直接向国防部长进言，俄罗斯以后再也不买燃气轮机的坦克了。从此 T80被打入冷宫，俄军再也不敢把它用在攻城战里。后来的第2次车臣战争，2008年的俄格战争中，俄军宁愿用老旧的 T72，也没有再让 T80上过前线。它就像一个失宠的妻子，被扔在西伯利亚的仓库里生锈。如果说车臣战争的失利让 T80颜面尽失，那么俄乌战争就是彻底给 T80判处了死刑。时间来到2022年，
普京发动了那场注定载入耻辱史册的全面侵略战争。面对乌克兰军民同仇敌忾的顽强抵抗，俄军原本计划的1小时22分速通基辅变成了著名的国际笑话。随着前线 T72 和 T90 等主力坦克的巨大损耗，陷入绝境的俄罗斯不得不打开吃灰几十年的储备仓库，把 T80 这头老掉牙的猛兽重新拉回战场。战争初期，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各地的储备基地里密密麻麻地停放着成百上千辆等待翻新的 T80， 它们被送进工厂，加上名为化石或接触的反应装甲。后来甚至因为太怕死，还在炮塔顶部焊上了被网友嘲笑为烧烤架的防弹笼，升级成所谓的 T80 BVM 型号，再次被当成宝贝送上前线。俄罗斯人认为，这些 T80 虽然之前丢了一次脸，但那是在城市巷战之中，现在的战场是东欧平原，到处都是平地， T80 足以发挥100%的优势，一路横冲直撞，直接压垮乌克兰的钢铁防线。但这次他们又错了，他们面对的不是手持 RPG 的游击队，而是武装到牙齿、战术极其灵活的乌克兰保卫者。T80 坦克营匆匆忙忙赶到战场，正准备冲碎乌军，却发现天上开始落下数不清的标枪反坦克导弹，还有死神一般始终环绕的 FPV 自杀式无人机。现代战争的形态已经彻底改变了。乌克兰人想得很明白，他们将标枪导弹专门射向坦克最薄弱的顶部装甲，而那些成本只要几百美元的 FPV 无人机更是成了 T80 的终极克星。乌军的无人机操作员操控着挂满高爆炸药的无人机，精准地一头扎进 T80 炮塔后方的弹药舱，或者是那个巨大的燃气轮机排气口。于是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幕成为了这场战争中俄军永远难忘的噩梦。 T80 那引以为傲的科尔奇纳自动装弹机瞬间变成了他自己的催命符。这个装弹机里存放着28发缺乏防护的弹药，发射药装在高度易燃的半可燃弹壳内，被无人机的高温射流轻松击穿，里面的弹药瞬间极其剧烈的殉爆，巨大的爆炸力无处释放，直接把重达10几吨的炮塔像开香槟的瓶盖一样炸得飞上几十米的高空。 T80 这种惨烈的死法被国际军界尊称为飞头狂魔。哪怕到了广阔的平原，乌军无人机的点名式猎杀依旧能将 T80 引以为傲的速度和机动性限制得死死的。跑得再快，能快过从天而降的死亡穿越机吗？装甲再厚，能挡住无人机对最脆弱部位的精准爆破吗？ T80 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表现堪称一场史诗级的灾难。国际最权威的开源情报网站 Oryx 实时补刀给出的一份让俄罗斯人吐血的数据，截至2026年2月，仅仅是有照片或视频作为确凿证据的俄军 T80 坦克损失数量就已经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1274辆，这其中包含了各种型号，708辆老旧的 T80BV，105辆曾经的精锐 T80U， 甚至还有150辆最新翻新的 T80BVM， 以及137辆2022年紧急改进的所谓最新版 T80BV。 这些坦克要么被乌军的火炮和导弹炸成了废铁，要么因为燃气轮机故障缺乏油料，被惊慌失措的俄军成员直接遗弃在乌克兰的泥泞中。这些数据意味着普京投入乌克兰战场的大半个 T80 装甲机群已经被乌克兰军队成建制的彻底的抹除了。但更让俄罗斯人感到奇耻大辱的是，那些被俄军贪生怕死遗弃的 T80 成了乌克兰军队最好的战利品。乌克兰人缴获了这些坦克后，毫不客气地对他们进行了乌克兰化的硬核改装，比如大名鼎鼎的亚速旅就从俄军最精锐的第4近卫坦克师手里缴获了完好的 T80U 坦克。乌克兰军工专家给这些战利品换上了乌克兰自主研发的性能更加强悍的尼日爆炸反应装甲，加装了专门对付俄军的重型反无人机罩和保护发动机舱的储物架栅栏。然后英勇的乌克兰坦克兵开着这些被净化过的 T80， 调转炮口，把愤怒的导弹狠狠地砸向了俄罗斯侵略者。这就是乌军对侵略者最响亮的一记耳光。有意思的是，俄军的 T80 拉胯，但乌克兰武装部队自身服役的 T80 坦克却大发神威，不但战损微乎其微，而且打得俄军部队还不了手。这种极度悬殊的交换比充分证明，到底是谁在主导这片战场的装甲对决。那么面对如此惊人的损失，俄罗斯还能造新的补充吗？答案是绝对不能。
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苏联解体后留下的 T-80总共只有4839辆，排除掉别人分走的以及生锈报废的。在俄乌战争开始前，俄军自己手里的 T-80恐怕不足2000辆。被俄乌战争一折腾，俄军手上还有没有100辆，或许都要打上一个疑问号。既然数量不足，为什么俄罗斯不加快生产呢？这就是很多朋友不了解的地方了。与 T-72和 T-90不同，俄罗斯在位于鄂木斯克的最后一家 T-80工厂，早在2001年就已经彻底停止了 T-80U 的生产。也就是说，这20多年来，俄罗斯在乌克兰消耗的每一辆 T-80，全都是在吃苏联时代留下来的老本，死一辆就少一辆，根本没有任何新造的血液可以补充。而最近一项开源情报调查，彻底扒光了俄罗斯装甲储备的底库。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的 T-80储备已经接近枯竭。这份报告给出的数据很清晰，俄罗斯在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时，手里大约有1679辆 T-80，包括现役和仓库里吃灰的封存车。通过高分辨率卫星图像能够识别的，以及统计还停放在俄罗斯各地仓库里的 T-80U 底盘，俄军手里的 T-80仅只剩下134辆了。曾经是俄军最大坦克坟场之一的第22储存基地，战争初期密密麻麻地停放着600多辆 T-80，现在放眼望去几乎空空如也，只剩下不到80辆破铜烂铁。还有第1311设施，从90多辆锐减到26辆，第6018基地只剩下24辆严重损坏的残骸。这些曾经堆满大国底蕴的仓库，现在连耗子进去都要流泪。在看完了所有卫星图后，调查人员毫不留情地下了结论，就是这样了。俄罗斯的 T-80已经到了使用寿命的终点，因为剩下来的这些底盘大多风吹日晒几十年，锈迹斑斑，车体结构严重受损。想要把它们翻新成能上战场的坦克，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已经变得极其不切实际。况且以俄罗斯的工业能力，也根本无法救活这些半个身子入土的坦克。卫星拍到了一个极其悲哀的画面，俄罗斯主要的 T-80翻新工厂里使出的不再是威风凛凛的 T-80BVM 主战坦克，而是那些用旧底盘拼凑出来的装甲抢修车和重型支援车辆。这无不说明，连俄罗斯人自己都绝望了。他们知道这些破车体已经承受不住主炮的后坐力了，只能废物利用，去干点拉车的杂活。尽管俄罗斯的高官们，比如乌拉尔车辆厂的 CEO 还在口嗨，我们将重启 T-80的生产线，但全世界的情报机构都没有发现任何一丝一毫重启生产的证据。在俄罗斯遭受全球严厉制裁的今天，想要重启一条停产20多年的复杂生产线，需要重建庞大的厂房，重组断裂的供应链，砸下天文数字的资金，还要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去试错。现在的俄罗斯连造几发精确制导炮弹都要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拿什么去造全新的燃气轮机坦克？如今还在乌克兰前线像无头苍蝇一样挨打的 T-80，满打满算也只剩下400到500辆。随着后方翻新产量的断崖式下跌和库存的彻底见底，这款曾经象征着苏联装甲力量巅峰的陆战怪物，正在以不可逆转的趋势走向它可耻生命的终点。它的消亡不是因为某一场的偶然的战役，而是被乌克兰人民坚韧不拔的抵抗意志，以及俄罗斯自身拉胯腐败的军工产能一点一点榨干了血的。T-80设计初衷是为了在欧洲平原上碾压北约的战车，最终却从未实现它的目标，反而成了乌克兰大地上最昂贵的肥料。那些生锈的被炸飞的 T-80炮塔在乌克兰的泥泞中慢慢腐烂时，他们埋葬的不仅仅是一代王牌坦克的荣光，更是在埋葬一个侵略者的野心。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你认为随着 T-80的覆灭，俄罗斯的侵略战争还能撑多久？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喜欢的话请点赞，强烈推荐，关注一波。我们下期再见。